世界各地有着许多千奇百怪的机场，有的建在悬崖边上，有的建在山顶上，还有的甚至延伸到海里。在这些机场降落不仅仅是考验飞机驾驶员的技术，更是挑战每一位乘客的心理素质。今天将为您一一介绍10座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赶紧点击订阅按钮，就不会错过之后的任何影片哦。塔罗机场是不丹仅有的4座机场之一，也是不丹的唯一一座国际机场。这座机场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位于平均海拔2200公尺的深谷中，而且被深山所环绕。塔罗机场只有1栋客运大楼、4个停机位以及唯一一条飞机跑道，长度只有1964公尺，宽度不到30公尺。帕罗机场所位于的帕罗河谷，是不丹全国为数不多的平地，四周被高达5500公尺的群峰包围着。不仅跑道海拔高，飞机在降落前还必须在群峰之间穿梭，机师只能通过目视飞机外部的状况来飞行，并且只被允许在白天时升降。地势险峻的帕罗机场，目前的航点以尼泊尔和印度城市为主，同时也通航到曼谷和新加坡等等的东南亚国家。全球只有17名合格飞行员被允许在这座机场起降。纳萨尔苏瓦克位于格陵兰岛南部，是当地的一个聚落，总人口不到200人。这里建立着一座与聚落同名的机场，是格陵兰岛仅有的2座国际机场之一。纳萨尔苏瓦克机场由美国国防部在1941年建造，机场四周被许多峡湾所包围，跑道长度只有1830公尺，不符合大型飞机的起降标准。这座机场更以险恶的地形以及多变的天气而闻名。机场一带的天气非常恶劣，强风乱流以及低能见度时刻威胁着飞行员，增加了飞机着陆的难度。纳萨尔苏瓦克机场是格陵兰岛南部唯一的国际机场。虽然格陵兰岛人烟稀少，但对于想前往那里观赏北极光的游客们，这座机场可能是您需要降落的地方哦。位于加勒比海的圣马丁岛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是东加勒比地区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这座机场的跑道只有2350公尺长，跑道的一端紧靠着海岸线和海滩，原本只为了服务中小型飞机而建造，但随着该地的业务发展，许多大型客机也必须在这座机场起降。由于跑道长度不足，飞机在降落时必须提前降低飞行高度，从海上俯冲进入跑道，而这就是这座机场的特别之处。因为当飞机在到达跑道尽头的海滩时，距离海滩高度只有不到20公尺，飞机从沙滩上空加速飞过，所带来的强风将沙滩附近清扫一空，是世上最惊险的体验之一。对于乘客和海滩游客来说，都是令人惊叹的经历。这片海滩也成为了不少飞机爱好者拍摄飞机降落的圣地。每年有许多游客特地到访圣马丁岛，除了欣赏当地风光外，同时也想一睹飞机从头顶上掠过的奇景。马德拉机场位于葡萄牙马德拉岛，机场就建立在岛屿的边缘处，周围就是悬崖和冰冷的海洋。马德拉机场在1964年建成，一开始的跑道长度只有1600公尺，因为跑道过短，加上威力强大的阵风，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也非常难在这座机场着陆。为了降低起降难度，马德拉机场于2000年扩建，是世界上少数2次扩建跑道的机场之一。跑道长度扩建至2780公尺，几乎是原本长度的1倍。由于机场的终端就是悬崖，扩建后的跑道平台直接延伸到海岸外，下方由超过180根柱子支撑，以承担平台本身及飞机着陆时所带来的冲击力。马德拉机场因为独特的跑道平台及恶劣的气候，被认为是欧洲最特别的机场，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之一。麦科默多站是南极洲的一所科学研究中心，这里是美国最大的南极研究站，许多前往南极考察的研究人员都会事先经过这里。考察人员通常能选择以空路或海路前往麦科默多，但如果想要节省时间，从空中交通抵达这里，那就是必得体验一下这里机场的刺激程度了。麦克默多机场没有任何原地跑道，飞机的起降全都奔驰在磨滑了的冰上，冰跑道非常宽敞，
无论是小型私人飞机或是大型货运飞机，都能在这里轻松登陆。机师真正的挑战在于事先检查及确保飞机和货物的重量不会压迫冰地，一旦冰地破裂，对正在高速移动的飞机带来的只有毁灭性的后果。由于冰层浮动，麦克默多机场也会以每年12公尺的速度向西南方漂移，飞行员必须年年校对跑道的最新位置，才能在这里准确无误的降落。如果不想面对降落在冰跑道上的危险，考察人员就必须多花上几星期的时间，从海路抵达南极。位于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库尔舍维勒不仅是知名的滑雪胜地，当地机场的危险程度也使世界闻名。库尔舍维勒机场跑道只有537公尺长，不仅跑道非常短，让人更傻眼的是，跑道就铺建在一座山丘上，中段部位有着一块明显的凸起，凸起处的坡度接近20度，飞机需要在下坡起飞，上坡降落，可使用的滑行距离非常短。此外，这座机场坐落于阿尔卑斯山区，高海拔与寒冷的气候使飞机的起降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在雪季时，飞机跑道和四周的道路被白雪融为一体，飞行员想在这里降落，必须事先获得证明认可才行。库尔舍维勒机场目前只对私人飞机开放，让愿意承担风险的旅客能更快抵达这个世界知名的滑雪胜地。特冈丁机场位于洪都拉斯，在1934年开放，距离首都德古斯加巴只有6公里。这座机场因其超高的着陆难度闻名，海拔高度1000公尺，有着多山的地形加上极端的气候，飞机需要在最后一刻进行45度的斜角转弯才能降落在跑道上，还要确保飞机底部不会刮到近在咫尺的山丘，是世界上降落难度最高的跑道之一。特冈丁机场曾经是全球跑道长度最短的国际机场，即使在近年来得到了扩建，却仍然比大多数国际机场的跑道短上许多，但却依旧承担着大型飞机的起降，以至于飞机时常在跑道的位移门槛上刹停，违反了航空法的标准距离。虽然名列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特冈丁机场的航班架次并没有因此减少，是洪都拉斯最繁忙的机场。直布罗陀机场位于南欧的直布罗陀，这里是英国的海外属地之一，也是欧非大陆的交界处。这座机场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直接建造在闹市中，距离市中心只有不到500公尺。直布罗陀的机场设计十分危险，飞机跑道和当地的主要街道相互交叉，每天都有无数车辆穿越飞机跑道。每当有航班起降时，街道就会提前关闭疏散车辆。由于跑道长度只有约1800公尺，而且四处建筑物林立，无法让大型客机安全升降，直布罗陀机场的航班只能使用中小型飞机服务。与市中心的街道相连的直布罗陀机场，在交通安排上稍有差错就会出现重大失误。这座机场采用全球罕见的 A 级空域管制，所有飞机都需要以仪器飞行，并由空管强制协调飞行间隔。萨巴岛位于加勒比海地区，是当地著名的热带旅游胜地。这座岛屿实际上是一座死火山的山峰，这里没有港湾，四周的海岸皆为险峻的悬崖峭壁。风景优美的萨巴岛上建有一座相当简易的机场，坐落在岛屿尽头的悬崖处，大小只有不到4个足球场，从高空看下去更是十分渺小。不仅是世界上最小的机场，同时也被纳入最危险机场的列表中。这座机场的跑道仅长396公尺，是世界上最短的商业跑道，而且跑道的两端都是悬崖，下方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伴随着沿岸地形强大的侧风，如果飞机在降落过程中错过了最佳的着地位置，便有着无法及时将飞机刹停的风险，最终走向坠落大海或是撞向悬崖的命运。卢卡拉机场建于1964年，高耸于尼泊尔海拔2860公尺的卢卡拉镇，冠有世界屋脊上的跑道之称，是全球海拔最高的机场之一。卢卡拉机场跑道非常短，长度只有460公尺，跑道的尽头就是千仞绝壁，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之一，尼泊尔以群峰连绵的高山地形闻名，卢卡拉机场更是直接建在喜马拉雅山脉上。跑道的入口是一个宽度不足1000公尺的山谷，复杂的高山地形使机场上空时常覆盖大量的乱流。飞行员除了只能通过目视飞行来起降外，还必须时刻控制飞机，在强大的侧风中保持平衡。虽然卢卡拉站至今还没建成汽车公路，但这里却是攀登珠穆朗玛峰之前的必经之地。每年的攀登季节，这座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将会变得无比繁忙。登山客如果不想乘搭飞机，就必须徒步5天，加上乘坐11小时的巴士，才能到达珠峰大本营。这一集的大小恩就介绍到这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和打开接收通知。感谢你的收看，拜拜。